Jingle Bell, Jingle Bell，是它。你看，聖誕紅已經開始變色了。看到這麼多的聖誕紅，就知道冬天要來。還有，我們來到苗栗卓蘭利西坪農業區，這裡可是全台灣聖誕紅產地最豐盛的地方哦。哇塞，這裡滿滿的聖誕紅，真的還有聖誕節的氣氛哦。但是卓蘭我就知道啦，利西坪農業園區我聽都沒有聽過哎。利西坪這個地方啊，其實非常特別，因為苗栗卓蘭本身就有花果之鄉、水果王國的美稱。那它盛產這麼多的花，這麼多的水果，在利西坪這一塊農業區呢，它又是在大安溪畔的台地，所以啊，它就更是精華當中的精華。尤其利西坪的利在客語當中就是深谷的意思，也就是說利西坪這一塊呢，它是深谷旁邊的台地哦。不過你不要看現在這邊這麼優美。這麼浪漫，在日本時期，這裡可是日本戰鬥機的臨時機場。哇塞，這裡當機場超適合的。你看這麼多聖誕紅，聖誕老公公雪橇就可以直接降落在這裡耶。對，它也需要降落的空間。不過聖誕老公公降落之後，可能一時之間走不掉哦。一方面這邊風景很優美，有那麼多的花卉；另外一方面啊，這邊盛產很多水果，聖誕老公公可能會吃到肚子更圓一些，才有辦法走掉。可能載不動哦，載不動。而且從停機坪到現在變成金牌農村的花果之鄉，哇，這轉變也太大太酷了吧！這其中的創新還有趣味，很值得我們這次旅行好好的探索一下哦。走吧，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現在這個我確定它是柚子，其實它是天檸檬，天檸檬。是不是其實有點裂果反而更好吃啊？其實農民都會帶回去，然後煮番茄炒蛋或是番茄湯，比較奢侈一點。哇，你們真的果然產地就是猖狂，實力不允許低調啊！你們好，高山教練。嗨，你們今天是要來體驗攀樹的嗎？沒錯。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馬上下去。你等一下，你該不要直接跳下來吧？哎，不会，你放心。哇，這跟直接跳下來是一樣的意思啊！住在帳篷裡面啊，就還是有一點點那種小冒險、小探索的氛圍，而且它等於是露營的初階，因為有床、有冷暖氣。對，你沒有装備，你也可以來這邊露營，非常的好入門。有夠香的，它外酥內軟，然後是很 Q 有嚼勁的。好濃郁，好好吃哦！我覺得超適合這邊吃的，然後在森林裡面的城堡吃着森林的味道。哇，這邊真的好多花哦！對啊，這花的品種好多哦，看得我眼花繚亂。其實這樣看起來蠻療癒的哎，很療癒哦。視覺上有療癒，味覺上我們是不是也應該享受一下？你知道，我們眼睛可以欣賞花，但有一種花是拿來吃的。拿来吃花？吃花？我聽過当花吃，没有聽過可以吃花哎。說不定你吃了之後，你也會變花痴，你會被迷上哦。那出花吃花？出花出花。吃的花就是這一個。哇，第一次看到這種造型的冰淇淋呢。繡球花冰淇淋，它真的很像真真實實的繡球花耶。对，這麼立體花瓣的感覺。對，而且非常細緻，它不是只有大片大面積的開着繡球花，它是每一個小朵小朵都真的很像實實在在的繡球花在我們眼前。對，那你這是什麼口味啊？我這支是綜合有玫瑰還有優格口味的。這個玫瑰口味啊，它也是用天然的玫瑰花瓣下去做的。另外呢，有火龍果去點綴它的顏色。好綿密，非常的綿密。因為它有繡球花的這個技術在裡面，所以很多的空氣感被打在裡面。它又要做的這麼立體，所以它本身的冰淇淋水分，牛奶不能加太多的水，
牛奶的成分要比例非常高，玫瑰香很濃郁。我覺得他們放了大量的玫瑰。那我的呢是優格，那你好奇為什麼是藍色，對不對？為什麼是藍色？因為它用梔子花磨成粉，好浪漫哦。對，去調色。那我來試試看。哦，它的乳香味很濃，而且它因為它的造型的關係，所以吃起來是很有層次的。而且你有沒有覺得，因為它都用天然的成分，所以吃下去不口渴的感覺？對，很清爽。好啦，不要再玩啦，我去採收啦。詹大哥好。被你發現我們在玩寵物，詹大哥好。对不对？很好玩。我觉得這裡好棒哦！一進來看到很多雞在奔馳，有田園的感受，又看到結實累累好多果樹，而且我們一進來，哇，那個顏色一直在變化耶！對啊，好多不同品種的橘子哦。對對對對，這些全部都是橘子嗎？對對對，都是柑橘類。柑橘類，可是有很多不同的果樹品種，對不对？你這邊總共有多少種類的柑橘？我大概算一下，大概6、7種吧。哦，所以我們剛走進來就6、7種了。哇，所以說是柑橘的博物館哎。那詹大哥带我們認識一下好了，因為我們兩個剛剛走進來呢，雖然每經過一顆，我都覺得哦，看起來好好吃。對，每顆都結實累累，但是我看起來每顆都長得一樣。對，每顆都叫不出名字，就說這是橘子，這是橘子，這是還是橘子。那這個我們站在這一顆旁邊，這一顆應該就是橘子吧？這個是椪柑，這是椪柑。哎，椪柑就是比較大顆的。哎，對对。它現在這樣綠綠的，可以吃了嗎？可以啦，可以採收了，是不是？不要吃看看。好啊，现剪吃。好渴哦，如果可以当场就吃。好，哎，你看詹大哥在切皮的時候，旁邊的水花已經蹦出來。對啊，很多汁哎，多汁，對，看出來哎。我第一次看人家這樣剝橘子哎。對，好像在撒那個花灑器，在噗噗噗一樣。哎呦，那就好香。保證你只要到地厝會叮當，目睭會看人。太誇張了，好噴汁哦！它這汁是炸出來的，迸發哎，它是迸發，根本就跟煙火一樣，把煙火一樣的橘子汁，好好吃哦！這個水分不得了。現在有的人是清新出哈，介紹較好，然後貪這就這。我們是有風味出來的，我們才開放讓你才來採。哦，早期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柑橘的種植專業區，對吧？早期是只有椪柑比較普遍。早期像這個紅寶柑，早期都沒這個品種。這個紅彤彤的哎。對。紅寶柑的大小差不多就是這種大小。果粒是比較小一點。哦，果粒比較小一點。比較小。但是風味不一樣。比較甜嗎？碰到嘴巴感覺微酸。吃了以後就感覺越來越甜。哇塞，詹大哥，你們這邊有在種蜜餞哦？這個我熟啊，這個宜蘭的金桔啊。不一樣，不一樣。這是日本品種的甜桔。它不是金桔哦。不是金桔，金桔口感比較酸。對。這種甜桔是口感不酸，有金桔特殊的香味。所以它這麼小一顆，可是它也是橘子，這算橘子哦。柑橘類，一樣是柑橘。日本甜橘，日本甜橘。那這個日本甜橘也是變黃之後就可以採收，就可以食用了嗎？像這樣哦，你看這個是落果了，熟透掉下來的。對，太熟了。這個特別好吃。真的嗎？所以要吃看看。哦，詹大哥，詹大哥，好 OK，我也要一顆啦，我也要吃啦。你可以幫我找一顆。比賽看人大細吧。對。愛公平。我快用腰，用嘴打起來啊。來。你說衣服擦一擦是不是？衣服擦一擦。沒問題。它裡面的口感很特別，就是外面是金桔，裡面是柳丁，香氣是柑橘，口感有點像火龍果。
所以它的皮是完全不會澀的，有點像金桔有的皮會澀澀的，它這皮也是很甜，很好吃哎。是甜的，而且它皮好薄好薄哦。刚刚有個像荊棘的甜菊，對，現在這個我確定它是柚子，我們只不肯錯第二次了。對，其實它是甜檸檬，甜檸檬，它是甜檸檬。瞎會。那這個是可以直接吃的嗎？對，可以直接吃。哦，這個感覺汁也很多。火下去都是，火下去都是有那個瀑布飛出來的感覺，吃下去好像有那種噴霧的感覺，有噴霧效果，好香哦，聞到香味啊！哦，裡面長得像柚子，很像柚子啊，这就是柚子吧？你不要騙我們哦！來品嘗看看，它是小型的文旦啊！來，你們工作人員要休息一下了吧？大哥，等一下，我們剛才吃飽，不用理他們。好 ，OK， 先餵飽我們兩個。對。我也是給甘蔗，對，它的肉質跟它的纖維是柚子，對，可是它的味道是檸檬，對，很奇妙的感覺，但是它又是不酸的檸檬，所以以後我們不用買2種水果，我們只要買這一種水果，我們就可以吃到2種水果的感覺。吃哦，是哇！不过我們吃了這麼多顆，我們也不能光吃不做事啊！你還那麼大口的放進去，真是不害臊。我們來幫詹大哥做一些農務好了，這個差不多可以採收了嘛？可以。我最喜歡採收了。採收要選比較黃的哦，要選比較黃的，要選綠地的哦。哦。好，開始哦，比速度的哦。不能太慢哦。沒有，我們也是要比品質啊。品質不好會被丟。品質不好不行啊。我都有判斷的，我都有挑黃的。效率。哇，我的每一顆都好漂亮，好黃哦，我的品質超好的。扣分！我聽到你落果砸在地上的聲音。沒有，你聽錯了，是我頭撞到樹。硬吵。9、8、7、6、5、4、3、2、1。壓秒算。裁判老師，我們的品質你覺得怎麼樣？你們2個技術都很棒哦。哦，技術不錯。兩個都沒有，詹大哥，你看他這邊有那個，就是裂痕。沒有，就是因為我們是自然農法。這是對自然農法。對，這是。詹大哥，你看，詹大哥，他下面有冒充別的，他下面有別的假冒的，他踩錯，他把椪柑塞在下面。這個也很好吃啊。對，因為我剛剛很好吃，就採幾顆起來，對，合理吧？雖然說我濫竽充數，但是你不要以為我是需要葉黃素，是不是？你剛剛直接拿過去，我都看到了。不要這樣，起碼3顆。就是總是要讓2邊看起來好看一點。我會給你，但是這個比較綠的給你，那黃的我拿回來。好了，詹大哥，其實我們2個採收的這個速度跟我們挑選的品質都還算合格吧？合格，很棒，每個都那麼漂亮，是100分的選舉。那是當然嘍。思達，歡迎來到藝術聚落。啊，藝術聚落，文麗姐，而且你剛剛說我們立西坪是花果之鄉，而且我們剛採完柑橘而已，也沒看到什麼藝術品、什麼藝術的感覺啊。哦，有啊，你看旁邊這個公共藝術，還有圍繞在我們周圍的有很多小小的造景裝飾，其實這些啊都是他們的一個巧思哦。那邊也有一個公共藝術啊，有沒有看到一隻鳥？哎，可是我約的朋友，他怎麼坐在那個公共藝術上面了？對啊，這怎麼可以坐啊？哎，體育，你怎麼坐在公共藝術品上面啦？對啊，這樣會被檢舉啊！趕快起來啦！我們立西坪的公共藝術都是可以貼近的哦，所以我們都可以做哦，都可以做，是不是？都可以做。所以它是真的設計成座椅給大家坐的，把藝術跟生活融合在一起。對，而且這個作品呢，其實大家等一下可以稍微站起來看一下，就是它將會有巧思，你可以看一下什麼樣的巧思？你有發現嗎？看起來很像一個很長，這看起來很像跑道。
對，我們利西坪呢，早期呢是一個戰備跑道，所以呢，它用這個意象做一個飛機場跑道的形式，做一個連接地方的東西這樣子。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它其實也是有把以前歷史上面空拍拍過的資料圖，对，呈現在我們面前就对了。对，难怪這個看起來真的就很像跑道的感覺。但有跑道，然後有飛行員，但是為什麼它是騎着五色鳥嗎？是的，是五色鳥，沒錯，就是五色鳥。其實，在我們客家的元素裡面，它其實是代表我們幸運的意思。就是所以我們希望在考試啊，或者就是節慶的時候，我們可以看五色鳥，是幸運的象徵。那其實我們這裡不只看到這隻五色鳥，我們也可以在前方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五色鳥在前面。哦，我好像有看到，可是是完全不同的媒材耶。天宇，我剛剛遠遠看以為它是竹編，其實走近看才發現不是竹編，是鐵件。它其實是用鐵件，然後弄木頭的元素，就是它弄木頭的意象。因為五色鳥其實是會居住在腐木裡面，所以呢，你可以看這個意象是它的腐木。然後五色鳥其實也叫另外一個名字，它叫花和尚，是台灣擬啄木，就是它会因為它發出叩叩叩叩叩叩。像敲木魚的聲音，像小和尚一樣，然後會啄那個樹木。對。這個作品你有看到一些細節嗎？橘子，對，亞克力、媒材，還有油桐花，對，客家元素。所以把利西坪的農特產還有客家元素都結合在裡面了。小番茄們好可愛哦，我要把你們通通吃掉。超級多的哎，是不是從地頭的地方撿就好了？對。哎呦，它机器一碰它就掉了。对啊，它怎麼自己那麼容易？不要對我投懷送抱。對啊。雖然我剛剛對他們吶喊了，但是你們真的不要太心急。被你嚇到。對啊，像我才被你們嚇到嘞。我們現在這個是什麼品種啊？玉女小番茄。玉女小番茄，所以它是比較長形的。對。是不是其實有點裂果反而更好吃啊？因為它代表它水分很多。它水分很多，可是，在保存上面比較不方便。但是我們其實農民都會把這些像我們說的刺激果，像這樣裂果的呢，我們都會帶回去，然後煮番茄炒蛋或是番茄湯。哦，所以番茄炒蛋一般我們是用那個大牛番茄，对，我們比較奢侈一點。哇，你們真的果然產地就是猖狂，實力不允許低調啊。那我們利西坪呢，其實和大家平地上面吃的番茄不太一樣。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其實利西坪旁邊呢，就是鯉魚潭水庫。那鯉魚潭水庫呢，其實它會有水汽上來。那我們在天氣變化上面會比較大，我們溫差也大。然後傍晚的時候，其實我們這裡都有露水。那水汽上來的時候，我們溫差大，所以呢，我們種出來的水果都會品質會和大家平地吃的不太一樣，就是溫差大會讓水果呢，它會有一個保護機制，然後它的皮和它的果實都會更好吃、更香甜。我們吃了新鮮的番茄，現在我們可以吃。哇，番茄可以做成這種香腸哦。香腸？對啊，這就是歐洲裡面那種煙燻的臘肉香腸啊。安君老師，你看他啦，他說這是香腸啦。不是，它不是香腸，番茄。這是番茄？對，它裡面會有2種不一樣的番茄。我們把它做成果乾之後，它就會像成這樣。還有玉女跟聖女2種。所以它是2種番茄乾混合在一起的。对，然後我們有添加一些蜂蜜，讓它有一點稍微粘性跟甜味。所以光是番茄乾就可以有這麼算是扎實的感覺，我以為會打成碎碎粒粒，碎碎粒粒就很分散。做成果乾的番茄，它通常都是室外的。種植在室外，你如果是室內的那種溫室的，水分太多，對，它就會適合鮮果生吃。還有這樣分哦。所以圈裡面沒有豬肉。所以我們要用這個番茄果乾內餡來做成番茄酥。對，那這個皮是抹茶嗎？不是，它綠綠的很美，但它不是抹茶。它是什麼？它有一個植物特殊的香味，你可以聞聞看。在農村裡面，就一種常見、熟悉但又講不出來的味道。波斯菊嗎？
它是那個芳香萬壽菊，然後它有一種帶天然的百香果香味。我們是取它的葉子，然後摘下來之後，我們自己烘乾，然後把它打成粉之後，再把它加在餅皮裡面。好特別哦！所以我們今天要結合這些很新鮮、有創意的食材，把它做成獨一無二的番茄酥。是，好啊，老師教教我們吧。畢竟我們兩個就可能也不是什麼烘焙長才。我覺得可能拿掉，有自信一點，我們就不是。沒關係，我們零技巧。零技巧，真的嗎？太好了，一人一顆，不必搓揉了，你只要稍微把它壓成椭圓形。壓成椭圓形。动作尽量可以快一點哦，因為其實酥餅類它奶油成分高，然後你在手上停留太久，奶油會融化。對，原來如此。就把它填在。突然緊張了起来，然後把它放在模型裡面。先生，你有事嗎？老師，我这個發育有點太好，放不進去怎麼辦？你稍微壓一下，可是它是限制比較長。你為什麼旁邊已經那個已經把它剝回來炸開了？有嗎？然後我們就要用壓模棒把它整形，它下面的餅皮才不會溢出來。零技巧，對，拜拜。你該不會連這個步驟都會有困難？應該是不會吧？這不是零技巧，這樣子。對，這樣就完成。不錯哦，可以。蠻容易的。對對對。很喜歡餅皮，好好吃，是不是跟剛才做的時候味道又不一樣？對，它剛剛在做的時候，餅皮聞起來是真的果香比較多，現在烤完之後，整個花香跟那個植物的香氣完全出來了，然後再搭配酸酸甜甜的內餡，絕讚。對，而且跟一般吃那種冬瓜餡的完全不一樣。因為我這是原味的，然後它裡面餅皮有加個椰奶的香氣嗎？非常的搭。而且我覺得內餡啊會有一種。就一般我們吃很多糕餅的內餡，它是比較軟、比較鬆。這個是因為它是番茄乾去做的，所以還會有一點嚼勁。對，就是會嚼，就像我們吃果乾的時候，會有一個嚼，需要咬久一點。對，那個纖維感會比較多，所以吃起來就覺得很有新鮮滋味，很好吃。搭配茶或者是咖啡都很讚。我們採了橘子，採了番茄，可是我們採這些果都是在差不多跟我們等高的視角上面採的。接下來我們要稍微離開地球表面一下。離開地球表面，可一般的農業體驗活動不就是都在地上嗎？所以我們現在要體驗的這個不算農業活動，可是它跟大自然很有關係。哦天啊，我已經看到教練在那了。嗨，你們好。高山教練。嗨，你們今天是要來體驗攀樹的嗎？沒錯。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馬上下去。你等一下，你該不要直接跳下來吧？不會，你放心。哇，這跟直接跳下來是一樣的意思啊，教練。是直接一個飛虎隊的感覺。一定要這麼帥嗎？帥哦。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跟我一樣帥。OK。我們今天要體驗的這個攀樹，之前我也有體驗過，它就是用繩子這樣一腳踩一手拉，一腳踩一手拉，慢慢上去，是一樣的嗎？原則上系統的概念上是一樣的，但是我們有在裡面做一些調整，因為一般來講我們是在樹幹的外面，那我們今天的體驗呢會跟樹木有直接的接觸，那我們希望就是來到我們立溪坪這個地方呢，可以與樹共習，習是學習的習，也可以是呼吸的習這樣子，然後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用這些自然的東西吸引大家回來到我們這邊這樣子，因為我們這邊其實就這2年也一直在推廣觀光這件事情這樣子。而且是啊，你不要覺得好像我們來到農業區，爬樹攀樹跟農業區沒有關係。今天我們採收都是等高，可是以前如果沒有樹枝、蔬果樹長得很高的話，果樹有可能非常高，真的要爬到樹上去採耶，對不对？對，而且以前就是沒有這麼先進的系統，他們其實是用馬刺，就是腳會踩着釘子的方式踩上去，攀樹上去踩過，這樣子。飞檐走壁，對，穿釘鞋的概念。对，然後他們是繫一條腰帶，這樣就是讓你做一個三角穩定這樣子。那採下來的果放在，就是旁邊會有一個腰帶這樣子。對。哇塞，好辛苦啊！對啊，所以現在有這樣子很先進的設備，已經算很好。可是我覺得這對你來說應該沒有什麼困難，你不是爬樹長大的嗎？對啊，我鄉下小孩，從小在鄉下長大，爬過的樹可能比教練你吃的飯還多。真的假的？你講這過分了，有點誇張。但是我因為從小真的每天都在爬樹，然後沒關係，那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德勝教練，我們有任務嗎？待會我們為你們布置了3道任務。那第1道任務呢，就是我們身後這個繩梯，那我們需要借由你們2個互相幫助往上爬。那其實這一段蠻辛苦的哦，你們需要有一點點挑戰。那往上爬之後呢，我們的第2道關卡是往這邊走，這有一道我們天然的獨木橋，然後在最後端我們有掛一個鈴鐺。那這一段呢，就是模擬我們苗栗最特色的動物，讓2位主持人猜猜看是什麼？你們知道嗎？我知道，我們來的時候路上都有小型動物的標誌。對，那這一段呢，我們其實就是有點在模擬石虎走路那種躡手躡腳的感覺，就是看到獵物就才會全力的衝刺去追擊獵物這樣子。對。但是你們看到鈴鐺不要太興奮去追擊它，這樣子。然後再走回來之後呢，我們會往上走才算挑戰時間完成，我們才會停表這樣子。啊，好。好，但是我没有要帮助你。我们2個是 PK， 我們是對手，我們是敵手。好，你們2個講好就好，我都沒意見。但是最重要是不要受傷。好。好了，我們還是互助合作一下，我幫你扶好，扶好了。那你要扶好哦。好，扶好了。扶好哦，不能放掉哦。不會。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嘍。好，準備攀登，確保檢查，給大家看。好，確保完成。好，來了，扶好。扶好。過分了吧？你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他根本不需要用繩梯啊！對，他第1關也太輕鬆了吧？太輕鬆了吧？他第2關也很輕鬆。不要做效果。鬆一點、緊一點都可以告訴我。好。你不學石虎爬嗎？有，這段很像。好帥哦！所以我要敲他，對不對？對，下面有繩子，抓繩子敲。好 ，OK。那我怎麼回去？轉針。還是得學石虎。從頭到尾都不能拉確保繩嗎？盡量不要。盡量不要。對。是不是可以側面回去？可以。太厲害了吧！哦，那我要上去了。於是他沒有困難。這對他沒有難度。教練，你看他腳這樣一抬就上去了耶，他根本不需要爬。那我要到哪邊？跟他後面，他身後。噠啦！1分20秒。哇，那他真的很厲害哦。他整個人緊下去跟他搞快。好，就放掉嗎？好，角色的時候可以放掉了。對。好帥！1分20秒，我覺得你要讓。1分20秒嗎？讓2分半。然後我可以幫你一下那個繩梯的部分。讓2分半可以是？2分半，1分多1分半差不多啦。1分半，好，1分半。那就3分鐘。3分鐘。對，取整數3分鐘。到3分鐘，可不可以？你是女鐵人哎。拼了。好，要這樣就對了。對。好，認真的動。認真。好，開始攀登。請攀登。計時了嗎？開始。為什麼有那麼從容的感覺啊？因為我也沒有辦法像你剛剛那樣子用跳的跳上去啊。求穩。好，可以，很漂亮。而且你應該是第一個穿靴子爬樹的。好，繩子盡量讓它在你的胸口，對，胸前。哇，這個確實要站起來走有一點困難。石虎爬樹。哦，真的有像石虎哦，有。躡手躡腳的石虎本人。但是我過不去哎。加油！我卡住了。鈴鐺在哪裡？再2步。要稍微站一下。好，可以搖了，手伸出去。好，有。這個要退好難哦。回頭車是最難的。是的，轉身。倒車好難。是不知道從哪個方向轉，不知道怎麼轉。不知道要怎麼轉，因為它沒有什麼立足點可以踩。好，我慢慢退。好，可以。我還是用石虎的方式退。我覺得石虎可能會爬逃哦。1分30秒了，不要給我壓力。而且你倒退，你不用看路哎。就是你有裝倒車雷達是不是？滴，可以轉立足點。你的轉沒有立足點怎麼轉身？腳不要下來，腳不能下來。對，腳下來你就站不起來了。不會。真的嗎？對，腳下來我就站不起來。趕快上去，趕快再上去。怎麼上去啦？手要稍微撐起來，加油。對，很好。這好像也能倒退，好厲害哦！你蠻厲害的。好，踩着站起來。踩了。有踩到了。有。好，腳小心哦。倒退真的好難哦。對，倒退很难。好，你要再爬上去剛剛爬的那個位置，你才有辦法上去。對，後面那根。對。溫水蠻強的。有超過嗎？3分鐘差10秒。這算厲害了，以女生來講。
而且它因為我男生手比較有力，我算偷吃步啊，算強的，不愧是女鐵人、女漢子。準備下降。好，開始下降。好，腳請離開。你看後空翻了，帥！好，那請你們2位 give me 5一下吧。耶，差10秒哦，蠻強的，蠻厲害的啦。我覺得很特別的體驗，因為雖然我有玩過幾次攀樹，可是像這樣子，因為這個我覺得比較不是完全靠繩索，對，它是有結合了一些真的從小很崇尚自然、很 natural、很野的方式，就是沒有確保的話，就等於是徒手在爬樹。是，對啊，就覺得蠻有趣的體驗，不然大小朋友我覺得都蠻適合的。有喚醒你一些兒時的回憶。對，而且這邊也是比較安全的爬樹方式。對啊，像我們小時候真的是很危險，現在有專業教練在教學，就安全很多。对，而且還是有一些你會覺得困難的部分，对，並不是完全那麼容易。對，非常好玩，謝謝教練，謝謝教練，謝謝。難得來到利西坪這塊谷地，我覺得一定要在這邊住一晚，才能夠踏踏實實的享受大自然。而且我知道你是露營小王子，對吧？對啊，我算是露營達人，露遍了大大小小露營區。既然你這麼會露營，我特別幫你安排，這次我們就在倉庫區裡面露營。等一下，溫麗姐，你是不是對露營有點誤解啊？在倉庫裡面，我覺得應該算街遊，不算露營吧？禮貌的部分，我跟你講，這個倉庫區很高級，你沒有看到旁邊的環境嗎？有一種雅致又帶一點點奢華的感受。這裡可是奢華式的露營哎，倉庫的主人在這邊，小夢，他剛剛說在倉庫區裡面的露營是有一種街遊感。對，倉庫這個名詞比較誤解啦，我們實際上是橘子的倉庫。橘子還是倉庫，還是倉庫，還算是倉庫，對。但是是橘子的倉庫，因為我們知道利西坪這邊我們有採橘了，所以我知道柑橘是早期非常重要的作物，對不對？對。我們早期這邊的話是一個台地，所以曾經有過橘子專業區。倉庫呢，就是我們身後是我們一個老倉庫改造的範例，我們都叫它為港倉。港賣倉庫，港倉。那港倉的特點就是它是有很多窗戶的倉庫，因為儲放水果需要通風，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整個平台上是有非常多還保有這些傳統的港倉的樣貌這樣子，對。小夢，這一間是港倉，那旁邊這個也是港倉嗎？它其實是我們用很多回收再利用的建材去打造的花坊。對，因為我有一個喜歡種花的夢想，所以老闆就幫我們打造了一個花坊，然後可以讓客人在這邊拈花惹草，同時也是我們做手作 DIY 活動的地方。對，我覺得它不只是花坊它很有森林系的感覺。对，因為它其實利用了很多電線桿啊，然後我們的耐火磚，還有我們的木頭，就是給他們一些就是重生的一個概念，然後去創造這個環境，就有點像是說新舊建築的交融，可是是不突兀的，還是很符合有農村元素的感覺的建築物這樣子。我覺得這樣的結合超好的，因為所謂的露營就是希望可以稍微遠離一下都市。對，如果說太多現代化的東西，或者是太多真的很硬派的水泥類的東西，你就會失去了那個我們遠離都市來到這塊土地的感覺。對，這就跟大自然融在一起，我就不一定要做拈花惹草，專門聊天啊，喝個茶也蠻好的。对，享受微風啊，大自然這樣子。對啊，它融合得太好，所以我剛剛也以為那間也是港倉啊，對啊。這是一個神聖的場景，斯達，你願意在風之教堂的前面許下承諾，承諾你未來50年都洗家裡的碗嗎？我拒絕，我不願意。你拒絕，小夢她破壞了這個非常浪漫而神聖的氛圍，太過分，太過分了。真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為什麼要我洗碗？但是這個教堂，因為它真的是承諾，還有很多新人互許終身的地方。對，它也是用一些回收的媒材組合而成的嗎？对。像我們整個白色教堂啊，它的內部是用我們以前軍營的屋舍的屋頂的木橫架，就是拆下來，然後重新再去做結構組裝起來的。然後我們的腳底下
就你們可以看到很特別的磚頭的顏色，它其實是以前的窯廠的耐火磚。我知道苗栗以前有燒空心窯的窯廠，对，就是很多窯厂，但現在都沒落了嘛，那我們就重新再給它一個生命，這樣。不過其實這些設置啊，我覺得也要對大自然很有感受跟很有概念，不然很多東西搭在一起，我們就会像我们搭的話，就会变得很突兀、亂、很亂。但是在設計師的巧思之下，它搭在一起，跟大自然完完全全就是融合的。對對對。那我們前方的話，其實可以看到遠方的那個馬拉邦山脈的整個山勢，好漂亮，超漂亮的。馬拉邦山現在上面有雲霧，對，披了一層紗，對。然後前面就可以看到我剛剛講的港城，這個就很有代表性，就是很多窗戶。哦，真的耶，真的，這個就是港城，對，就超多窗戶。9宮格哎，對啊，就其實蠻可愛的。但是看了舊式的港城，也就更可以感受得到你們把港城裝點得非常有 feel， 對，很有溫度。對。哇，這是9重葛，對，剛好是花季，好美哦！不愧是花果之鄉呢。這是我們的金城武大道。金城武大道，這是個綠色隧道。對，綠色隧道，卓蘭的金城武大道。對，橘子田，這太容易被順手摘走了。對啊，這路過就可以。所以這裡治安超級好，大家都不會偷橘子。對。我前方這個，它後面的話是2個由一些汽車零件搭建的一個是牛，一個是小象的一個作品。遠遠看不出來是汽車零件。對啊，因為它已經把它就是打造的非常的精美，好可愛哦。然後像這個是一個叫大地餐桌的作品，那它其實是模擬我們這個平台上的地圖的街道的路的樣貌，然後去打造的這樣子。怎麼樣，露營小王子？所謂的倉庫區，但是有這麼一片大草皮，是不是很讓人滿意？我覺得這個大草皮，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甚至連毛小孩，我覺得他們都會很喜歡。對啊，而且我們今天要入住的這個露營車，我覺得它很別致，是它把它弄得很像小別墅或是小 villa 一樣，不是像很多的露營園區只有單純一台露營車停在那，它每一個露營車前面都有一塊自己的空間平台，可以眺望着這片大草皮，同時呢，也可以在這裡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坐着放空看草皮，看。大家朋友在那邊玩耍，感覺超好的。而且晚上你看，你可以直接看星星。前面還可以燒螢火。對啊，下午的時候這樣子松樹籠罩在我們的頭頂，看着它隨風搖曳，也覺得好舒爽哦。而且還有小躺椅耶，裡面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來看一下。去看一下。裡面的風格很可愛耶，思達。哇，這比想象中寬敞哎。一方面寬敞，另外一方面，我有住過很多的露營車啊，它其實就是比較簡約白色系，可是它這裡做了很多非常溫馨的點綴，而且它的床是真的標準雙人床，對，然後又多了好多的抱枕，有黃色暖色系的，有藍色大自然的感覺，還有捕夢網啊，或者是說一些小吊飾跟盆栽，增添了整個露營車通常會給人比較冰冷的感覺，但是它用這些裝飾，讓整個空間充滿了那種法式度假或者是 romantic 跟一點點鄉村風格。
姐竟然有廁所跟浴室，對，衛浴都有，所以住在這裡面很方便，甚至有冰箱，還有微波爐，而且整個小平台啊，你要在這邊用一點小點心泡泡茶，我覺得也是很棒的。神殿帳是不一樣的感覺，跟露營車的感覺不太相同。我喜歡這個抱枕，它就是有木頭、有森林的風味，而且住在帳篷裡面啊，就還是有一點點那種小冒險、小探索的氛圍。而且就圍在森林裡面，這邊比較適合，我覺得比較適合像跟你閨蜜啊，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跟4個人一起住在這邊，对，非常有趣，很溫馨。一家4口也可以，而且它等於是露營的初階，因為有床、有冷暖氣，所以設備一應俱全，你也不用怕太冷，不用怕太熱，也不用怕說啊床太硬或者是地墊太硬睡不習慣，這邊都是很像房間的感覺。对，而且很適合就是剛剛體驗露營的新手，對，你沒有裝備你也可以來這邊露營，對，而且就非常的好入門。而且我覺得這一區神殿帳區，它有個很棒的地方是，它外面啊是泡澡區，它有塊木桶泡澡，你可以柴燒，然後享受一個熱乎乎的泡湯感。哇，那感覺蠻有趣的一個體驗呢。對啊。这個露營區真的是從外面美到裡面，連餐廳都這麼美。這餐廳真的別有洞天呢，吊燈好氣派哦。對，而且它的氣派，但是它上方屋頂整個用的是很原木的感覺，對，所以就像是一個大型的森林木屋，但是有很多華麗的吊燈在迎接着我們。有那種溫馨，但又帶一點點小奢華，對，可是又很自然淳樸的感受，甚至還有一些石頭的磚，對，哇，好美麗哦！而且你有沒有聞到那個香氣？哎，怎麼有木頭的香味啊？對，好像有一點柴燒的香味。哇塞，我們今天可以在這麼美的餐廳吃擺盤這麼美的料理。它的擺盤美，而且顏色很繽紛。另外，思達，我跟你說，一般呢，我在 set 的西餐裡面，我不太吃餐前麵包的。可是他們家的餐前麵包，我覺得一定要吃。對，我剛剛聽到主廚說，他們是他們自己點心房所做的麵包，而且它搭配他們的松露奶油醬，看着就很好吃。我覺得搭松露奶油醬感覺很加分。而且為什麼我說一定要吃，就是因為它的餐前麵包，光用視覺上判斷就覺得非常酥脆。对，是這種手工做的。對，一般是你吃進去或是你掰的時候才感覺得到它酥脆。我這個用眼睛看跟用手掰都這麼酥脆。它的松露醬好香好濃郁哦，整個松露的味道，我覺得松露佔比非常高。有夠香的，它外酥內軟，然後是很 Q 的嚼勁的。這個松露奶油醬好濃郁，好好吃哦。我覺得超適合這邊吃的，好像在森林裡面的城堡吃着森林的味道。我們剛剛聞到的柴燒香氣啊，像它的烤時蔬就是用柴燒烤出來的，而且我覺得它很特別。一般我們看到這個是西餐，但它下面佐的醬料是綠咖喱醬。它是綠咖喱醬，我以為是像一般的法餐或是那種西餐的那種白醬哎。對，它看起來像是，可是其實是綠咖喱，所以它也有一點點無國界料理的概念在裡面。很搭，好好吃哦。那像柴燒的那個蔬菜有那種獨特的那種柴燒的香味，對，搭配這種泰式的綠咖喱醬，超級搭的哎。我覺得他們在烤蔬菜的時候很用心，因為像我第一個吃到的是節瓜，我覺得用柴燒火候很難控制，
可是它控制的把蔬菜的酥脆度、整個爽脆的感覺控制的非常剛好。另外，它的綠咖喱醬跟一般我們知道的泰式綠咖喱醬有一點點不一樣，這個比較清爽，所以跟那個柴燒蔬菜相映襯，我覺得好好吃哦。那我刚剛吃的是杏鮑菇，我覺得它因為用柴燒的關係，先把水分都鎖在裡面，我剛咬下去超級 juicy 的，真的。哦，重头戲來了。我們兩個的主餐是不一樣的，可是我覺得各自精彩耶。每道都不可以錯過。因為光看它這個主餐肉質粉嫩的那個感覺，顏色就已經對了。而且我光還沒吃，我剛一切我就驚豔了，那個肉汁是整個炸出來。真的。對，我是櫻桃鴨。是鴨胸，對。它是鴨胸完全不柴，但它的醬汁很特別，它是搭配桑葚醬。對，酸酸甜甜的，然後搭配那個原本鴨肉的甜味，超級搭的。哦，因為你的鴨肉看起來就真的是很嫩的感覺，對。但是我的牛排也不輸哦，因為我的牛排它整個粉嫩啊，呈現完美色澤，它沒有搭配任何的醬汁，因為它是用很高級的肋眼牛排，所以吃原味最好。我吃下去真的是該軟的地方軟，該嫩的地方嫩。但是呢，又還蠻有口感的，而且一點都不咬牙齒，非常非常的容易入口，口水會自己自動流下來，會自己一直自動分泌口水，因為它的甜度也很棒哎。对，而且我們兩個料理方式有點不太一樣，也是用柴燒的，對，或者是用低溫，有點像舒肥的概念，讓它的肉質是非常的嫩。我覺得肋眼牛排到處都吃得到，可是柴燒的肋眼，對，真的是很難得，它就再增添了一點點那種柴燒的香氣。等我跟你交換吃。好啊，交換吃。從一剛開始，你質疑我說住在倉庫裡面是游民，到現在我們露營也可以吃到這麼豪華的料理，露營小王子有滿意嗎？我覺得我欠了一個道歉，這超級超值的，而且住着舒服，吃的料理又這麼美味，最重要的是大自然還圍繞在我們的周圍呢。對，這是露營的天花板。沒錯。